又进入盛夏季节了，今天到菜园里边逛逛，带大家一起看看我种植的这些覆盖作物吧。顺便我们一起聊聊覆盖作物的话题。大家现在看到的，猜一猜这是什么呢？这种小颗粒，圆圆的。然后我们再看看这种小白花，看起来还是挺漂亮的。其实这些作物都已经倒下来了。这种呢，可能大家很难猜到，其实是香菜。在早春的时候是一片一片的绿色的香菜，到这个季节呢，基本上都开始结种子了。再看看这远处黄黄的一整片，这些都是黑麦。这些黑麦是去年冬天的时候种植的，到现在都已经快成熟了。看看这黑麦的麦穗，像是黑麦啊，还有冬小麦这类的，都是去年入冬前可以种植的。种植之后让它越冬生长。到第二年的6月中下旬就会长成这个样子了。我们继续往前走的话，这一片一片的倒在地上的是各种各样的混合的覆盖作物，这里边会有一些冬豌豆和其他豌豆的品种，还有三叶草啊，还有一些花儿。看这些紫色的花儿，其实在5月份的时候，还有6月初的时候，这些作物没有倒下前，看起来整片整片的还是挺漂亮的。看这种已经结了种子的，这是羽衣甘蓝，早些时候也是那种小黄花，特别特别的漂亮。看看远处，其实很多看这些树旁边倒下的覆盖作物，这不是它们自然倒的，都是我用脚给踩下来的。之所以管它们叫覆盖作物呢，不光是它们活着的时候可以帮助我覆盖土地、抑制杂草，在它们长高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把它人为的压倒或者是踩倒。踩倒之后，它们变枯黄了，也是可以覆盖在地表，起到防草保湿的作用的。来看这边这些豌豆荚，这种就是冬豌豆的种子了。冬豌豆跟其他的豌豆不太一样，这种呢是豆荚特别小，结出的豆子也是挺小的。但是这种冬豌豆品种是特别特别的耐寒，其他豌豆品种在我这区域是越不了冬的，但是冬豌豆是没有问题的，-15度甚至是更低的温度都是可以很好的生长的。我这一盘呢是种了李子树，还有杏李，那边还有桃树。这些树的中间也都是覆盖作物，这中间的话我还可以再稍微的踩一踩，这样的话把它彻底的踩到地上去。我不知道视频前咱们频道的朋友有没有采取类似的方式来处理覆盖作物的，我觉得这种做法呢还是挺有好处的，能特别有效的抑制杂草的生长。同时呢，我在想这些种子等它成熟之后，尤其像冬豌豆之类的，它其实还是可以自然的生长的。这样的话，这整片地呢，以后我就不用怎么处理了，就让它自然的生长。有很多的对我来说有益的草啊，还有这些豆子呀，还有羽衣甘蓝之类的，就能起到天然的覆盖作用了。希望它们能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这样自然生长下去吧。当然了，这些黑麦呢，我是打算等它们成熟之后收割掉，割完之后呢，可以把它们来喂鸡喂鸭，剩下的这些麦秆呢，也可以垫在鸡窝里边，给它们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哇，再看看这边一片一片的冬豌豆，这些估计再等1个月左右吧，就能自然成熟了。这些种子就是熟透了的豌豆种子了。到那个时候呢，这些杆子也就会自然的变成枯黄的状态了。这些豌豆呢，不仅是覆盖，还能提供很多的营养。比如说它的根瘤菌其实是能给土壤提供氮肥的。再看这边有一些豌豆其实已经成熟了，这些就是已经熟了的豆荚。这种豆荚等它自然开裂之后，掉出的种子就可以继续发芽、继续生长了。我现在处理这些覆盖作物的方式和我去年的计划其实是有点不一样的。去年的时候，本来想着如果春天我这块土地想要使用的话，我会在春天把它们给割掉。这样的话，那些覆盖作物呢，那个时候还是绿叶子，割掉的部分就在土壤里边变成绿肥了。然后和土混合一下，过一阵子就可以继续种植了。但是后来我发现我的地还是太大了，我也不想在这块地再额外的种点什么东西了，而且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就一直等。其实到后边呢，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等它长高之后，我可以早一点人为的把它压倒。但是后来呢，我又在想，我本来计划的目标是将来这一片变成食物森林。所谓食物森林呢，就是尽可能用最低的劳动和最低的维护成本，让它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循环，能够
自我发展、自我繁殖，然后能够给我们提供充足的食物。这样呢，其实把这些覆盖作物让它留着生长出种子，那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了。所以我就给它们留到了现在。只是说这些树的附近，我种的这些小果树的附近的这些覆盖作物，因为它长太高了，会影响果树的生长嘛，所以我就给它周围踩倒了，两边的部分呢没有给它踩那么倒。这样的话，等这些种子都成熟之后，我再给它踩一踩、压一压，就能达到我想要的目的了。看着今年春天种植的小桃树，现在已经长这么多的叶子，长这么高了，桃树的生长速度还是相当的快的。这边的这棵桃树，看着叶子有一点点的发黄了，可能再过一阵子，我可以稍微的给它施一点点有机肥了，这样的话可以让它快速生长，叶子变得更绿一些。像这些裸根的树呢，其实刚种的时候是肯定不需要给它施肥的，也不能施肥，因为根系还没生长。但是长了几个月之后，枝叶长起来了，就可以逐渐的施一些肥了。咱们看看这块覆盖作物比较少的地方，看看就有这种杂草长出来，而且这儿还开了花了。这种草呢，就属于是恶草了，应该尽量遏制它的生长。所以覆盖作物其实种的越密的话，它的效果就越明显。将来争取这些我们喜欢的品种的作物能够多结一些种子掉到地上，秋天或者是明年就可以长出更多我们希望的植被在地表了。目前我能看到的这些覆盖作物，这种处理方式唯一的一个不好的地方呢，就是这里边会住兔子。刚才我就看到一只大兔子跑过去了。如果住兔子的话，那就会导致我在这边如果是要种毛豆啊，或者是种豌豆什么的，那些小幼苗基本上是很难保住的，都被它们给吃掉了。再来看看地表的部分，看看这些麦秆，还有这其他的覆盖作物长在地上，把地表严严实实的给覆盖起来了。杂草是根本没有机会长出来的，而且等这些覆盖作物腐烂之后，也就变成了天然的肥料，还有有机质和土壤混合在一起。这是覆盖作物最好的一个方面吧，也是我种覆盖作物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其实还有一个特别主要的目的，就是这些覆盖作物它会开很多的花儿，而且它提供一个比较好的环境，能吸引很多的益虫。比如像是蜜蜂啊，或者是像是七星瓢虫啊，这些益虫在我们菜园里边多起来的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害虫会少。比如说像七星瓢虫，它多了之后呢，那果树啊，还有这些蔬菜上边，今年我能看到的是蚜虫明显的就少了。像是蚕豆啊，还有很多果树，我今年都没有给喷药来处理蚜虫，基本上也是很难看到蚜虫的痕迹的。再有就是蜜蜂多起来之后，帮助授粉，也起到了很好的结果的作用。还有第三个好处呢，这些植被不管是它们活着的时候，还是给它踩倒变干之后，覆盖着土地，都能起到很好的保湿的作用。那我们下了雨之后，或者是浇了水之后，有这些地表的覆盖作物在，那水分就很难挥发，就保持在土壤里边了。种了很多的覆盖作物，那我也稍微聊一聊各种不同覆盖作物它的优缺点吧。像是把香菜作为覆盖作物，它的一个显著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收获大量的香菜，因为香菜是可以吃的嘛。还有就是它秋天的时候可以种植，然后可以越冬，到第二年的早春早早的就有收获。不过谈到它不好的地方呢，也是有的。像是这种香菜作为覆盖作物呢，我能看到它们有一个缺点，就是春天的时候，它们的生长速度是比一些杂草要慢的。如果它们种的不是特别的密的话，会造成一个结果是有一部分草会长超过它们，就造成了覆盖不住，或者说抑制不住那些杂草的生长。不过迅速呢，等到天气一暖和，这些香菜迅速长高之后就没关系了，它们生长速度一下就起来了，就可以开很多的花儿。然后像现在这个样子，它们长得特别高大之后呢，都倒在地上，其他的杂草也就没有什么生长空间了。等到后边这些香菜打种子之后呢，秋天还会生长出来一波新的小香菜，那个时候呢，也能给我们提供一部分的食物的来源。而且秋天的香菜呢，会继续的生长，继续越冬，就能达到一个循环的目的了。像是这些冬小麦或者是黑麦呢，我能看到的它的好处就是抑制杂草的能力相当强。只要在去年秋天或者是入冬前种了这些东西，那杂草基本上是没有机会生长的。它在整个生长过程中都没有任何的草能够超过它们，
所以它们能很好的抑制杂草的生长。同时，我们如果要是不想让这些小麦生长消耗土壤的肥力的话，那就早春的时候把它当成绿肥给它割掉，让那些绿的麦秆、麦叶子和土壤混合在一起，达到肥地的效果。如果要让它继续生长，长出这种麦穗呢，其实它是能消耗挺多的地力的。这个时候，如果这片土地明年再种小麦、玉米，那就不好了，肥力就不够了。所以这块地呢，可能下一年再种的时候，我就得种豌豆呀、毛豆呀之类的这些东西，用来肥土肥地了。刚才提到了豌豆、毛豆，像是豌豆、毛豆这类覆盖作物，如果我们大面积的种植的话，它是有很好的肥土肥地的效果的。而且同时呢，如果我们种的是普通的豌豆，或者是荷兰豆，或者是鲜食毛豆，那它们还能给我们提供食物。像毛豆，我们可以吃鲜的毛豆，也可以吃黄豆豆子。像豌豆呢，可以吃豌豆苗、豌豆尖儿，最后也可以收一些豆荚或者是青的豆子。但是豌豆、毛豆这种类型的作物，它的一个最大的劣势就是这些东西太吸引鹿或者是兔子了。像我这菜园呢，我把网加高了，鹿是基本上防住了，但是下边的网呢，因为网眼比较大，而且我菜园的空间也是大嘛，防兔子还是一个挑战。需要把每一块地方下边都用小细网给它围死，才能把兔子给防住。所以种这些毛豆呀，或者是豌豆，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兔子啊，在它小苗的时候会都给你吃掉。而且兔子春天或者夏天能繁殖特别快，你只要有一窝兔子，那迅速菜园里边就有一批的兔子。基本上不加保护，这些毛豆呀，还有豌豆，即使种植面积比较大、比较多，也是很有可能会颗粒无收，或者是都被咬得成长不起来的。这是一个挑战吧。另外一种是这种混合的覆盖作物，像我去年种植的这一整片，其实它是一种混合覆盖作物，里边有羽衣甘蓝，有一些三叶草，有冬豌豆、普通豌豆，有冬小麦、黑麦。还有一点其他的东西，大概是10来种的作物吧。这种覆盖作物一个明显的好处呢，就是能够提供生物的多样化，能够吸引大量的益虫，给生物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来生长。同时，因为里边有10来种不同的作物嘛，它的适应能力会更强一些，不同的土地或者是不同的气候都能长得特别好，或者至少其中有一部分能够长得特别好。像这一批呢，去年冬天的时候，它重点生长的是一种黄芥菜，那黄芥菜长得特别高。但是到今年春天之后，那些黄芥菜基本上都不存在了，剩下其他的作物就开始发力了。所以种这些混合的覆盖作物呢，会更容易一些，因为不是单一品种嘛。这一片的覆盖作物就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等下我再过去带大家看看我另一片的覆盖作物。那一片主要是有蚕豆，大量的蚕豆，看看蚕豆作为覆盖作物它的效果怎么样。我身后的这一片呢，就是蚕豆。蚕豆作为覆盖作物呢，有明显的好处，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咱们先看看它的好处。你看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能够结很多的蚕豆的豆荚，能吃新鲜的豆子，非常好。同时呢，它的根系还会有根瘤菌产生，能够肥土肥地。看看这些。其实现在的这批蚕豆已经是蚕豆的末期了，我们前面已经收了好多了，现在进入盛夏，蚕豆叶子都有一点发黄了，马上就快要全都采收了。看这边早期没有采收的，这都已经干掉了，这儿还有一些也已经是快要干掉的了。里边呢，看这些长得还是不错的，这些，那边还有。看这些蚕豆被摘掉好多回之后呢，其实还是剩了很多，这蚕豆的产量也是相当的不错的。早春我在种这批蚕豆的时候，本来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蚕豆的后续管理工作的，但是后来也没有时间，没机会弄。同时呢，今年这些蚕豆完全没有打一点药，哪怕是苦楝油这些处理蚜虫的都没用，就是因为今年种植了大量不同品种的覆盖作物，菜园里边的蚜虫特别多。其实春天的时候，我能看到这些蚕豆上边会有好多蚜虫在那儿爬，那就一定是在吃蚜虫呢。所以今年蚕豆是没有虫害的。同时呢，
蚕豆的打尖儿、打顶的工作，其实也是另外一个要做的。像我这批蚕豆呢，打的稍微的有一点点晚了。如果早打一点的话，它的蚕豆结豆的量会更高一些。大概高度呢，跟品种还是有关系的，同时跟种植密度也有关系。像我这些呢，大概就是到我的大腿左右，其实到膝盖以上的那个位置的高度就可以打尖儿打顶了。当然，如果你种的品种不一样，或者是种的比较稀疏，水肥管理又比较到位的话，也可以让它长高一点，这样的话能多结一些豆荚。否则的话，就早一点打顶，这样把有限的营养供给在已有的这些豆荚上，让它继续生长。如果你太高了的话，其实上边的花是坐不住的，而且豆荚也基本上膨大不了。像我这些，你看。这儿是这个豆荚，下边它会有很多，但是再往上呢，其实就很少了。这是它的打过顶的地方，最多的话，比如说在水肥到位，那这些位置可能也会有1、2个豆荚，然后就是下边了。像这边这一片呢，之前刮大风都给吹倒了，看这些下部的，还有中部，还有上部，看最上的就已经是特别小了。所以，如果水肥不是追得特别紧，那还是早点打顶也省心一些。我这一批蚕豆呢，基本上就是早春追了1次肥吧。如果你能追2次或者是3次肥，或者你能用一些化肥，那这蚕豆的产量应该会更高。我这都是有机种植，所以只是追了1次有机肥。像我这边是有一棵枣树的，我们能看到枣树周围离枣树根部特别近的这些蚕豆，它上边结的豆荚就特别少，看起来还是枣树抢夺营养的能力更强。看看枣树旁边的蚕豆，只结了很少，而且个头也比较小，这都是营养不良的表现。不过这一棵虽然个头小，但是长得呢，看它基本上靠近顶端的地方也是有豆荚结出来的。这如果是不是挨着草树，或者是水肥管理到位的话，这些其实都是能够膨大起来的。严格来说呢，我种的这一片蚕豆不应该算作覆盖作物的管理模式，因为管理的相对来说还是精细一些嘛。起码的时候除过1、2次草，而且追过1次肥。真正把它当做覆盖作物的话，那其实是面积大，是不怎么追肥的，或者说就不追肥，就轻松的让它自然生长。看看这一片，这是我早春的时候第2批种植的蚕豆，这一批就是纯粹的覆盖作物了。这批蚕豆你可以看到，它特点就是面积大，然后仔细看呢，下边这些蚕豆的豆荚也是长出来的，但是个头比刚才的就是要小了不少，因为这一批呢基本上是没有施肥，或者是严格来说是根本没有给它追过肥的，种的时候也没有给它底肥，所以长势呢就很难比刚才的那个长得好了。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蚕豆的中间长了好多的杂草，有一些是贴在地表的，有一些呢是长得比蚕豆都高了。这也是蚕豆作为覆盖作物一个非常明显的缺点吧，就是蚕豆这种东西呢，它的益草能力还是比较弱，所以早春的时候是要给它除草的，这就比较麻烦。而且像我这一批呢，其实春天时候除过1次草了，但是第2批除草的时候没有跟上，所以这些草还是长出来了。要想种好没有杂草的话，那起码得进行2次的除草工作。当然，对于商业种植，他们打了除草剂那些除外了。像我们有机种植的话，什么都不用，那就得辛苦一点，手动除草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蚕豆作为覆盖作物，应该来说不算是很合格的吧。那比毛豆还有豌豆还是要差一些的。虽然它也是能提供食物，也是有根瘤菌能够肥土肥地，就是益草的能力太弱了。看这一批作为覆盖作物的蚕豆，我过2天呢会把这些豆荚都给它收了。收获之后，看看这一个上面豆荚其实还是挺多的。这批等它收获之后，我就把这块用割草机给它割了，把这些杂草还有这些蚕豆都一起给它搅碎，就当做绿肥打到这个土里了。然后等它们干了之后呢，我就可以用翻地的机器给它耕一耕地。这块土地可能还能赶上种一波秋天的玉米，能够重复再利用吧。来看看这些草，我们摘2个这豆荚看一看，看看这覆盖作物的蚕豆，
长得怎么样？其实也还可以。如果真的能把这片草给它除干净，再让它长一长，也是能够长到挺大个的。再过来对比一下这一批追过肥并且管理比较好的蚕豆，看这一批明显比刚才要高好多，而且蚕豆的这些豆荚个头也要大了好多。揪下一个来比一比，看看这上边长的这个就是管理比较好、水肥比较到位的蚕豆，下边短的就是纯粹当覆盖作物的，完全没有施过任何底肥和追肥，后边也没怎么管理的蚕豆。当然，刚才那批蚕豆覆盖作物，因为量大，也是不可能打尖儿的。所以蚕豆作为覆盖作物呢，它的优点缺点都是很明显的，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自行选择吧。接着再来看一下另外一种覆盖作物，这也是刚才在外边我那10种覆盖作物里边其中的一种。这些就是羽衣甘蓝，现在已经是盛夏，长得不是特别好了。春天的时候长得特别鲜嫩，那个时候把它摘来做馅儿还是相当好吃的。现在长老了，基本上已经不能吃了。看这些呢，你看长得也是密密麻麻、严严实实的，所以这种东西它覆盖的效果是特别好的。这整片地这一块全都被它遮住了，下边基本上是不会长草的。所以羽衣甘蓝作为覆盖作物，抑草的能力是相当的强的。我这大菜园里边呢，也是有这整整的一排和刚才外边10种混合的覆盖作物同种类型的，这也是10个种子混合。看看这一片，现在盛夏了，基本上也都结种子了。这是羽衣甘蓝的种子，这边还有这种豆荚，看看东豌豆啊，这些还有红色的小豆荚。再看看还有黑麦，这些是黑麦。从这一面来看呢，这些花儿已经不多了。一会儿我们到另外一侧，看看这些豆荚挺多的。我来到这批覆盖作物的另外一侧了。这些覆盖作物，回头等把这些滴灌的管子给它收走之后，我会把它们都踩倒，这样的话就可以盖住这边。这些野草什么的就被盖死了，就不会再生长了。看我这边种的都是樱桃树，小的樱桃树都是今年年初的时候种的。这些已经自然倒过来了，你看它们遮盖的地方下边就没有草，旁边没有被遮住的地儿，这草还是挺多的。等把它们都采下来，完全土地盖住就没有草了。这是另外的一棵樱桃树，然后这些豌豆啊，还有黑麦的种子也会掉一部分，秋天的时候还会长出一批覆盖作物来。希望它们能多长一点，能够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吧，就达到了很好的生态循环和平衡的作用。这又是另外一棵樱桃，前面的4种都是甜樱桃，后边远处的地方还有一棵，这一棵呢就是酸樱桃，是那种小的樱桃品种。这种樱桃呢，生长能力应该是会更强一些，更好种。那甜樱桃呢，还是不是特别好种。看看这一面还是能看到一些这种小花的，挺漂亮的小花。这批覆盖作物里边，东豌豆呢看来是多一些，好多这种豆荚，感觉像是一面豆荚的墙了。在后边这一棵是今年新种的蜜罐枣，这棵枣树也发芽，应该是活下来了。还是像刚才一样，把这些覆盖作物都给它盖在周围的土地上，这样的话，这片土地就能够抑草保湿了，省去很多的麻烦。其实像玉米，如果种的密或者是成片种植，也是能起到一定的覆盖作用的。但是按我实践经验呢，你看这些玉米，它在早期的时候地里会长出好多这种杂草，必须得做一次中耕除草工作。等这些玉米真正的长得高高大大之后，把这些地表的光遮住，才能抑制住杂草的生长。所以还是要进行一定的劳作的。看看我这一片没有怎么处理的，这一片就还有好多的草，这还需要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前面呢，看远处的地方，这些是我算是精耕细作，做了一次中耕除草工作吧。看这一片就没有杂草了。等下次下雨前呢，再给它施一次肥。等它们长高之后，那这一片就不用打理了。看看做过中耕除草工作的这些玉米，地里边干干净净，玉米也是长得整整齐齐。再看后边，能看到很明显的分界线，从这儿开始，
后边呢就是大概的除了一点草，没有精细的做完，这还需要花点功夫把草给它彻底的除掉，让太阳一晒，把草都晒死了。然后后边再给施一次肥就好了。最后再带大家看一看我菜园里边另外一种覆盖作物吧。这种覆盖作物呢，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覆盖作物的选择。看，就是这些是荷兰豆，或者是如果豌豆的品种也是差不多的，效果都是一样。看这荷兰豆的豆荚都已经熟了，这一批我们是当做覆盖作物，同时也是用来掐豌豆尖儿的。春天的时候已经是吃了不少的豌豆尖儿了，这是掐剩豌豆尖儿剩下的部分，等它们开花了，慢慢的豆荚就可以结出来一部分。不过这样种植呢，其实结豆荚不会特别多，毕竟我们种它来主要是吃豌豆尖儿的，同时也达到覆盖土地、防止杂草的效果，所以已经起到了它该有的作用了。看看我们仔细找一下，还是能找到不错的豆荚的。这些豆荚摘下来炒荷兰豆，也还是味道不错的。当然，如果我们主要目的就是用来吃豆子或者是豆荚，那种的一定要稀疏一些，而且要给它搭架爬架的。刚才说到毛豆作为覆盖作物，如果我们给它密植的话，也是不错的选择，同时还能收获新鲜的毛豆吃。看看这些长得好的毛豆，再长长的话，应该就能够开花结豆荚了。但是就像刚才说的，这些毛豆呢，实在是太招兔子了。看这些都是被兔子给咬过的，看这一个叶子已经被兔子咬光了，还有这边。这样的话就抑制不住杂草了，而且兔子它会一直惦记着这些毛豆，最后结果就是可能都给吃光了，我们什么也留不下，就白辛苦一场，什么都没有了。看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四季豆的品种，这些豆子呢，兔子好像对它们兴趣就没那么大。看看基本上都是完整的。再看看旁边这些毛豆，这是毛豆，这尖儿都被咬没了。这一片更明显呀，上面的叶子全被咬光了。然后再往前走，本来这些地方应该密密麻麻的都长满了毛豆，结果兔子时不时就过来啃一啃，就啃秃了，这都没了。这边看看这么小了，那一颗还稍微大点，然后再看看远处，都是稀稀疏疏的，能看到偶尔有一些可能兔子咬的或者破坏的不那么严重，像这颗就还可以。仔细看这些地方，这都是被兔子咬掉叶子，可能明天我过来看，这个叶子也就没了，那一片都是。这样的话就根本达不到覆盖作物的目的了。所以选择覆盖作物呢，还是根据自己菜园的实际情况吧。我这地方我真是挺喜欢毛豆的，但是因为防兔子有点困难，最后的结果都是不是特别的理想。最后还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可能可以作为覆盖作物的。大家看看这是什么？这一片也是长得密密麻麻的，这些是胡萝卜。因为胡萝卜我们种植可以密度相当大，所以也能起到抑制杂草的作用。最后呢，还能收获一些胡萝卜。另外，我知道有些朋友还会选择红薯或者是南瓜作为覆盖作物，这两种按理说应该是不错的覆盖作物品种，但是在我的菜园呢，也是不是特别适合。因为像红薯，我以前种过很多次，也是遭受兔子危害特别严重，基本上你种上去就被兔子给惦记上了，最终的结果就和那些毛豆一样，甚至是更惨，长出一些小尖儿就会被吃掉。像南瓜呢，它其实生长能力会非常强，会爬得满地都是，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覆盖作物的品种。但南瓜的一个缺点就是它的虫害实在是太严重，会招各种各样的害虫。最后这些害虫根本就控制不住，所以我也是很少拿南瓜作为覆盖作物的。当然我现在拍的这个不是南瓜，这是菜园里面的西葫芦。我刚才看到这个西葫芦已经长挺大个了，可以摘下来吃了。那边还有一个颜色浅一点的西葫芦的品种，这也可以趁它嫩的时候都给它摘下来生吃也是不错的。稍微大一点就可以炒着吃，也是特别香的。我其实种了几颗南瓜，但是种在院外边，主要是让它来爬架的。这是一颗南瓜，这颗南瓜种在鸡窝的旁边，就打算让它爬在鸡窝的上边，最后给这些鸡在夏天的时候遮阴了。这边还有一颗已经快爬到房顶了，也是同样的目的。
我其实手里边还有一些其他覆盖作物的品种，比如说以一些花卉为主的覆盖作物，还有一些长得高的或者是长得矮的混合的覆盖作物，是可以吸引各种各样的益虫啊，或者是鸟类过来的。我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再试试更多的品种。我的菜园还是太大了，管理起来是有点费劲儿，所以我想尽可能用一些方法，能够让它达到自循环、自己生长、自己繁殖的一种生态系统的目的。希望我食物森林的想法和计划能够随着我这一批果树慢慢长大，也能够慢慢的最终实现吧。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关注我们频道，多给我们点赞留言来支持我们。